来吧，新玩具藏玩阁的小蚩尤第3款小蜥啊，这个进度现在还是挺快的呀，距离上一款小牛出货的时间也并不久远嘛。盒子外包装跟之前的小牛款是差不多的，而且对着光看非常的漂亮，保护玩具措施做的也非常好。食品方面，全彩印刷说明书里边的内容指示还是非常详细的。同小牛一样，内附了一张返现卡，刮开这里，然后扫描这里。就可以填上你的购货订单，然后填上这个码以后，直接返现50块。哇，这种做法是最实惠的，好评啊！配件方面，因为是脚部，同小牛一样也会带一只大小板，并不能变成奔狼，但是它是一个支撑的支架，折叠一下，利用玩具的配件合体的脚部。变形成一个支架，可以拖着其他的角色放在这里边，这个想法也是非常不错的。玩具的实物呈现出来就是现在的样子，非常漂亮。藏玩阁的涂装和造型来说都是非常棒的，而且做工用料材质方面也是一如既往的好评。武器方面，大枪和大剑，这个将来以后也是组合成了合体部分的大型武器。人形方面的细节可以说处理的非常不错了，在这么小的一个玩具尺寸上面，一些小的涂装印刷，还有一些小的铭文都做得非常的细致，头雕也做得很帅气。其实有一点像大比例那一款犀牛的样式，但还不太一样。风格是统一的，但整体来说，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以及整体的变形结构上边，也不是把那个大牛简化下来，相当于重新制作的吧。同时，在一些小的细节点缀，胸口这里的类似于散热孔的地方，牙齿的刻画，包括背包的处理，一体性都是很不错的。卡扣也属于环环相扣，而且金色的涂装和银色的涂装点缀，也让这款看起来的配色会高档不少。更厉害的是，这么一款小玩具，面部造型的处理也是非常精彩的啊！看这个嘴唇、鼻子这些地方的刻画，可能单放一个玩具，大家根本感受不到这个东西有多精致啊！放一个 MP10在旁边，原大的 MP10，可以和手指进行一个尺寸对比，这样对比之下，你就会发现这张面部表情刻画的有多细致了。头部这里是一个球碗。可以稍微的抬头低头，左右的旋转，肩膀360度没有问题。但是啊，转的时候稍微多转一点，会感觉肩膀直接脱下来的感觉啊。这块可以举平，二头肌可以旋转，胳膊肘双段关节也能举到很高的位置，手腕有独立的旋转，360度转腰，完全不会干涉。侧踢虽然说不能踢平，但这个幅度我觉得也完全够用了。同时设计了独立的弯腰关节，膝盖为双关节处理，所以折动的幅度也很大，甚至不会出现脱肉的现象。这块过渡也是非常漂亮的。脚踝底部这里有一个开口的球碗，所以是整脚面的左右接地，来回活动。来，我们进入它的变形过程。这款犀牛和野牛啊，在大比例的时候，藏玩阁就没有使用同模的变形设计，而这回的小比例呢，竟然也用了全新的变形方式，好评啊！首先，打开领口的这一块要注意，它领子两边有2个方块的长条形，这里不是太好出啊。我们先把这块金色的往开拉一点点，然后翘起来一点点边缘。让这2个领子边90度立起来，这个时候头部这一大坨就可以连接着整体拉出来。接着可以看到根部这里有一个双段的关节轴，我们把它往下搓一点，折叠成这个角度，头部稍微的扬起来，旋转180，这个合体的连接关节就直接卡在外面了。然后再把脑袋拧180度，顺着开口的球碗把它放躺下，然后顺着这个凹洞折叠到肚子里边，金色的盖子回填，左右这里的2个长方形的卡扣卡在合体关节的连接处两边，把这里锁死，它就不会掉下去了，而且插得很结实。这一块的设计，我觉得比小牛那个时候的脖子处理连接关节翻出要简便很多啊。
这里的一个双关节往下搓动，然后打开犀牛的嘴巴，从里边这里顶一下金色的零件，让这块脱开，下方的盖板缩下来，遮挡住合体关节这个开口处，挡了一下，打开肩膀关节，旋转180度，然后打开手腕盖板，旋转180度。把这个犀牛的蹄子翻出来，顺势把这个肘关节放成往前翻的一个动作。现在我们上半个就完全处理好了。打开背包后方连接的2个插槽，拉出来，左右打开金色的盖板，在下方这里也有卡槽，这里再翻折出牛屁股和里边小小的牛尾巴。腰部旋转180度扭过来，侧面的裙甲顺着根部的连接轴翻开90度，从腿肚子内侧这里看到一块盖板，抠着这个缝隙，把它双关节拉松掉，这里边才会解锁开膝盖部位的一个锁扣的位置。小腿肚子里边整体的往出翻，把牛腿从里面翻折出来。脚丫子转横，这个地方脚尖的双关节往内搓动，压到最小，等于把脚板缩短了一截。再进行旋转回填，一会儿我们是要拿它封牛屁股的。往下折动的时候，让出来中间的大腿根部，进行180度的旋转。哇，这一块的赛钢料子还是挺紧的，转起来嘎吱嘎吱的。把这块转好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拿这个脚丫子把牛屁股封上了。接着大腿和小腿之间的连接滑道往下滑，滑的同时呢，打开前裙甲，我们也是让开一点点空间啊，尽量的滑到底。好，差不多了。这一块的双关节搓过来，里边的卡扣进行结合，锁住。2条腿全部变好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把中间的卡槽连接在一起。这里需要注意的关键点，膝盖的位置一定要往上推，推到头，然后和裤衩中间的金色零件的凹槽进行一个完美的契合。这个时候你变形到位了，测试一下裙甲翻过来，如果说这个卡扣能对准了，那这就差不多了。紧接着我们把后背整体的这一块肌肉往下翻，然后尾巴和屁股中间的卡扣和小腿部分进行连接，锁住。非常漂亮的背部曲线就密合好了。侧面腿部的金色零件外翻，翻下来以后，注意在内侧还有一个小挡片，把这里也抠出来。2个卡扣对2个洞，旋转上来，插进去，起到一个这样的定位，然后让这块金色的面板整体的连下来啊，一体性就很棒啦。这个时候再对准这个凹槽和裙甲的位置，这个卡扣和这个孔洞的位置。如果说你的腿部滑槽滑到位了，那这个地方是直接往上扣，它就对得很准的。最后小蹄子的方向我们再整理一下。整体来说的动物曲线做的还是非常仿生的一种感觉啊，高高的后背，屁股这块也用2只脚丫子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填充，犀牛那个大屁股上面厚厚的装甲一样的皮肤，也能很仿生样式的表现出来，这是非常棒的。小尾巴这里，你别看这个尾巴小，竟然有1、2、3段转轴，可以前后左右不同的方向进行扭动。尾巴可以打开，眼睛这个地方也是透明件嵌进去的，包括它的犀牛角和脑门的这一块也都是用了深色的透明零件，非常的漂亮。而且小犀牛啊，在身上的一些深灰色的这些零件地方，也使用了赛钢料子来支撑下它的强度。屁股后边这里有一个方孔，我们掏出武器就可以挂在这儿了，非常不错啊！给我的体验和小野牛是完全不一样的变形方式。那这个也算是设计方面的诚意所在了。合体的模式变形也是非常简单的，首先嘴巴翘起来，
然后双关节往下翻折，把牛头放在这个位置，露出来合体连接膝盖部位就可以了。牛的后背这一块整体的打开，把小尾巴藏到这个空间里边，再盖上。打开肚子下方的侧裙甲，往内收，直接翻折到上方吧。然后打开这2块红色的面板，翘起卡扣，双关节翻折，把它立起来。接着腿整体的往起翻，翻折的过程中，把这块脚丫子放到下方，人形的大脚板再扣上去，变成这么的一个空间收纳。前肢的部分，因为胳膊有2段转轴啊，记得从这一块的根部转，往下折叠，然后蹄子我们转横过来，注意看袖子口这个地方有一个卡扣，连接这个小凸点，把它起到一个定位的效果。这里也并不是说卡得多结实，能定上这个位置就可以了。抛出大脚板，直接滑槽顺着这个地方。这一次的小膝是要比上一次的小牛变形舒服一些的，尤其在前胸的位置变形以及这块合体连接关节的翻出，要比小牛的那个 Z 字折叠来回避让好操作太多了。总结一下吧，各个方面的素质保持了藏玩阁家一贯的这种高水准，即使是小比例的玩具也能做出来一丝不苟的态度啊，这一点是让我个人来说非常认可的，而且在造型方面也是深受现在玩家的喜爱啊。反正就以目前的出货速度来看，最近藏玩阁对于小蚩尤还是挺抓紧的，看一看前半年能不能把它合体整个的做完，毕竟藏玩阁的下一步还有应龙嘛。反正就目前个人把玩下来的这2套大小比例的藏玩阁，其实我个人来说还是更喜欢这一套小的。首先放在那里看就很精致嘛，第二个不占空间，第三个也适合把玩。那一套大的放在那里实在是组合一次以后太费劲了，你基本上不太会想拆开它再重新的反复把玩。所以说大的有大的细节，小的有小的魅力。而藏玩阁这套蚩尤大小通吃，其实力也是让人不容小觑。我也尝试着用官方龙焰王的主体来假组一下测试身高啊，感觉目前看起来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合适的。当然这个接口是不通用的了，我也是对这套合体充满了期待感。那么得嘞，今天咱们就先玩到这儿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